自从装甲车辆登上战场之后，军事设计师们总在最大和最小之间纠结装甲车辆的尺寸。最大的装甲车辆我们都知道，德国二战时的绘图版坦克 P1000 巨树，以其超过1000吨的设计重量名列前茅。而非常有趣的是，世界上最小的装甲车辆名称和巨树一样，除了中文名字里也带鼠字之外，最大的相同之处是也属于德国设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世界上最小的装甲战斗车辆即德军的鼬鼠武器运输车。其实很多观众都有一些误解，虽然鼬鼠的名字里也有一个鼠，但是它和老鼠一样，不属于啮齿类，而是属于犬形类鼬科。不得不说，鼬科的生物和德国的军备相当有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由西德牵头研发了西方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步兵战车，即黄鼠狼1步兵战车，而这个黄鼠狼则是鼬科中被称为黄鼬的种。好了，生物课就到这儿。当我们观察这种小型武器运输车时，很多观众可能都有疑惑，那就是为什么德国人要设计这样小的一个装甲车呢？这可不是火力军空口白话，而是鼬鼠真的很小，它长 3.5 米，宽和高都是 1.82 米，光这么说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们拿台民用车来举例子啊，比如说经典的两门大众甲壳虫，其尺寸就是 4.3 米乘 1.8 米乘 1.5 米，比鼬鼠还要大上一圈。而奔驰以爱停哪儿就停哪儿著称的 Smart 尺寸也有 2.7 米乘 1.6 米乘 1.5 米，在它面前鼬鼠才有一丝丝装甲车的威严，但也就只是一丝而已。其实鼬鼠 AWC 之所以有如此迷你的身板，实际上和它的作战环境息息相关的。如果非要说，它的近亲实际上也不是德军的黄鼠狼1号步兵战车，而是苏军空降部队中的 ASU-85 自行反坦克炮。没错，体积如此娇小的鼬鼠 AWC 实际上是一种空降战车，它不仅可以使用 C-130 这种大型运输机空投，还可以使用德军的 CH-53 直升机进行机降作战，是伞兵的好朋友和多面手。鼬鼠的研制非常具有前瞻性。1969年黄鼠狼1步兵战车刚刚完成了预生产批时，鼬鼠 AWC 就已经走上了设计师们的绘图板。在当时，西德陆军考虑用一种后继车型替换空降部队中重 0.75 吨的克拉卡机动板车，毕竟克拉卡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机动板车，也就是板车装了个发动机。而这种只能代替空降兵们的双座的不防弹的小板车，在苏军火力面前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纸都不如。说到这，可能有观众要疑惑，空降部队不是作为机动兵力使用的吗？板车或许已经足够用了？当然不够，因为西德和东德相邻，又是冷战最前线的国家，所以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其伞兵并不是什么机动兵力，而是一支需要在防线上依靠机动性来堵漏的救火队。其重要性大致相当于在巴斯通战役中第101空降师。在这个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过程中，西德空降兵肯定会和苏军的 T 系列坦克遭遇，而苏军的坦克消灭开着机动板车的西德空降兵，甚至不需要用到坦克炮和机炮，只需要用履带碾过去就够了。所以西德军方提出了一种小型空降战车的研制计划，并且要求它可以被北约的战术空运力量即 C-130、C-160 和 CH-53、CH-47 等运载进行机降或者空投，在落地后能立即投入战斗，并且最重要的事情说3遍，它要能和主战坦克抗衡，要能和主战坦克抗衡，要能和主战坦克抗衡。于是这种重量仅为 2.75 吨，比装甲悍马和虎式装甲车这类4轮高机动车辆更轻的履带式装甲车由此诞生。虽然鼬鼠很轻也很小，但是装甲车不比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中，鼬鼠这号的会被蔑称为武大郎，但在装甲车辆中，这种轻型车辆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存在，因为体型有时候就是绝佳的战力。很多玩载具射击游戏的朋友们都能体会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当鼬鼠一头扎进某团草丛之中，仅凭肉眼观察是非常难以发现的。不过凡事都有代价，鼬鼠如此之小的体积，代价就是车内空间相当局促。鼬鼠最多就容纳2名车组成员，一人是专职的驾驶员，而另外一人则是兼职了车长、炮手和装填手的工作。而且这2人的工作岗位也相当狭窄，也就只能满足坐进去这一个功能。另外体积也影响了它的装甲防护性能。众所周知，一个用大拇指都能想到的装甲车设计道理，也就是装甲车上的装甲在外形轮廓确定的情况下，想要加厚装甲就只能向内挤，占成员的空间。
很显然，右手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位给装甲的成员空间了。毕竟在家装甲右手就不是装甲，而是无人车了。因此，右手的装甲只有8毫米厚。虽然是装甲钢，但是任何超过 12.7 毫米的穿甲弹都可以毫无压力地击穿它的装甲，即使是步枪口径的 M993 和 M995 穿甲弹，在遇见右手时也有一战之力。对于装甲比较薄的装甲车辆来说，在战场上想要活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依靠速度和隐蔽。既然右手可以体积小到在任何一个草丛里隐蔽自身，那优秀的机动就是它在战场上保持视觉隐形的制胜法宝。由于右手的重量，它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也并不大费周折，都是市面上成熟的民用产品，即大众所提供的5缸 2.0T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和德系车的经典搭配采 F 的变速箱。这套动力系统在右手1上可以爆发出87匹的马力，别看这个马力并不如很多民用车，别忘了右手轻呀，因为其只有 2.75 吨的车重，即使动力组只有87匹马力， 3.16 马力一吨的公重也远超现代绝大多数装甲车辆，甚至安装了1500匹发动机的豹 2S 坦克，其 28.8 马力每吨的公重也远低于灵活轻便的右手。当驾驶员驾驶这种公重比极高的装甲车时，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车速，不然在高速状态下杀死履带，右手甚至有翻车的风险。作为一种伞兵突击车，右手在小型底盘上安装了与其身板不符的武器。在一开始的设计思路上，所有的右手都有可能和苏军的坦克撞个正着，所以在设计区域完成时，机枪是一个首先被舍弃的武器系统。德国人自己没有大口径重机枪，所有的重机枪都来自于美制 M2HB 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已使用的 MG3 通用机枪是一种 7.62 乘51毫米中口径通用机枪，是德军步兵的标准装备，让装甲车携带这样的火力很显然有点浪费。因此右手的武装规格从一开始就是火炮以上。基础型的右手由于其火力支援车的性质，其主武器就是一门20毫米莱茵金属 RH202 机炮。这门炮各位都很熟悉，就是黄鼠狼步兵战车的主炮。MBT KPZ-70 主战坦克也使用这门机炮来代替防空机炮，足以可见其有多轻便和好用。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 RH202 是双向供弹机炮。虽然在右手上因为体积限制，其待发弹药只有左侧的60发加右侧的100发，但是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随时切换弹链。如果你是机炮型右手的车长，你就可以在左边装填穿甲弹，右边装填高爆弹，在使用高爆弹对付步兵目标时，如果发现伴随他们战斗的 BMP 或者 BTR， 就可以一键切换右侧的穿甲弹链，对装甲目标进行射击。RH202 所配备的20毫米 DM63 脱壳穿甲弹威力十足，可以在100米的距离上击穿60毫米的装甲，不只是可以轻易给步战车打成筛子，就算碰见了主战坦克，也对其侧后可以造成一定威胁。当然100米船身60毫米的机炮很显然不足以正面击穿坦克，所以右手还有一种反坦克型号，搭载了陶尔型导弹发射架，作为一个机动反装甲载具来使用。反坦克右手和其他型号最大的不同是，它是武装右手中唯一一种3人车组的型号，还是因为陶尔是一种典型的步兵反坦克导弹，而反坦克型右手并没有对它进行系统整合。也就是说，反坦克的右手的陶尔操作实际上和悍马加陶尔的搭配没什么区别。这也就是说，在战斗时，炮长需要将身子探出车外操作导弹，在导弹发射完毕后，装填手则会从车内将下一发导弹爆出来装填。不管怎么说，让2个德国大汉都窝在右手的后面，确实是有点不人道。所以在这2辆右手之后，一种全新的右手正在被开发，即加长版的右手 L， 德军代号右手2。它最大的改变就是增加了一对负重轮，将负重轮总数从4对变成了5对，增加的负重轮也增加了车内空间。右手2终于让成员的空间变得人道了一些。除此之外，还换装了大众 1.9T-L4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最大可以输出110匹马力，跑得更快了。由于底盘的全面升级，德军也在右手2底盘上整出了更多花活。比如在右手2底盘上，德军开发了一种类似于美军复仇者的野战防空系统。这套防空系统被称为勒弗拉系统，是完全建立在右手2底盘上的近程防空导弹系统。虽然在载具设计游戏中，各位可以玩到它的火力单元，即被称为豹猫，携带有4发导弹，并且可以使用光电瞄准的右手2。但是这并不是勒弗拉的完全体，因为它还具有一套携带有 HARD 3D 雷达系统的火控指挥车 RFCV， 它可以探测最远20千米的空中目标，给防空排内的导弹发射车提供提前的预警。
当我们查看豹猫的布局时，就能发现，原本在右鼠1上的后舱被整个用于了武器系统的安排，这也是右鼠2在设计时的另一个巧思，那就是通过后舱不同的设计，实现右鼠2底盘的模块化和通用化。由于右鼠2大规模装备时，苏联已经解体，所以德国空降兵也不需要右鼠来正面硬刚坦克，右鼠2的发展也就从单纯的武器运载车变成了一种超轻型多功能履带式底座。除了勒弗拉之外，右鼠2还有一种全部都是右鼠底盘的高级迫击炮系统。它最主要的火力输出是全自动的120毫米迫击炮，射程最大可达8000米，20秒内就能打出3发，然后转移阵地。配上右鼠的高机动性，想要抓住这些幽灵一样的炮兵还真是非常困难。可以说，相比起应急产物性质的右鼠1，经过详细策划和发展的右鼠2已经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模块化家族，从可以携带4人的装甲输送车到自行迫击炮和防空系统，以及工兵战斗车和救护车等应有尽有。可以说，该车已经成为了德国空降兵乃至德军的一个标志，并且德军已经确认这些战场上的精灵在未来也会在德军内有着一席之地。火力军聊到这，可能还有很多观众比较疑惑，这么轻的装甲车到底要怎么使用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呢？毕竟它和装甲悍马基本属于一个吨位和防护水准，而且武器型右鼠的造价也不低于装甲悍马，那它的使用意义在哪儿呢？右鼠的身世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小的装甲车，而且它在冷战和反恐战争的2个时期中所执行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在冷战中，右鼠的主要任务是给空降兵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让他们可以在防线上到处救火，并且当防线崩溃，德军被迫后撤时，西德空降兵可以携带右鼠进行激将或者散将，凭借对沦陷区地形的熟悉，在被占领地区内强行进行空中突袭，配合大部队打中一个中心开花战术，通过局部战场的胜利来改变或者逆转前线的战斗环境。而且可以对于使用直升机运载的右鼠来说，即使这样的作战失利，直升机群也可以接上这台装甲车，通过空中骑兵的优势转换到另一个方向进行进攻。而如果是谢里登这样只能被直升机吊装而无法塞进机舱内的空降坦克来说，那空降兵就要考虑到底要不要将这种轻坦抛弃在敌后了。毕竟吊装作业是一个相当繁琐的流程，而对于战时争分夺秒的西德来说，在敌后进行吊装作业很有可能导致直升机被击落。从这里也能发现右鼠这种小体积还是有很多好处的。而在冷战之后，右鼠的作战方法又发生了改变。相比起动辄几十吨的布莱德利和艾布拉姆斯，右鼠在反恐战争中可谓是反游击战的一把好手。比起装甲悍马更轻，但是 RH-202 机炮提供的火力却比悍马更加凶猛。布莱德利去不了的地方，右鼠能去；悍马去不了的地方，右鼠也能去。比如在阿富汗战争中，2001年冬季，塔利班武装在坎大哈山区与阿富汗政府军对峙，坎大哈山区没法开进重装备，这是塔利班所占据的地形优势。所以当阿富汗政府军向北约求援时，德军拿出了右鼠 AWC， 几乎只要是人能上去的地方，右鼠就能把20毫米炮的火力送到。而且遇到障碍，右鼠也不用长4条腿自己翻过去，而是可以凭借直升机翻越障碍，飞到可以行驶的地方再战斗。凭借右鼠强悍的火力，阿政府军迅速扭转了局势，其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